来到新疆南部最重要的城市喀什，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它就是香妃。香妃在历史中的真实称号是容妃，她是维吾尔族人，是清朝时期乾隆的爱妃，出生于喀什的名门。传说香妃身上有一种奇香，每次香妃没有出现，大家就会先闻到一股芳香气味，蝴蝶会围绕着它不愿散去。这种气味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奇特的沙枣香，因此民间称它为香妃。香妃一生都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恩宠，于1788年即乾隆53年去世。香妃去世后的故事更加精彩，有的人说香妃死后遗体被家人运送半年到达喀什后安葬，而安葬的地点就是狒狒今天带大家来参观的香妃园。这里也是香妃家族的墓地，在香妃墓旁还有当年运送香妃遗体的木车。也有种说法是香妃就安葬在位于河北的清东陵。今天的香妃园已经不仅仅是香妃家族的墓地，这里还安排了有关香妃生平的表演，演出很华丽，演绎了香妃精彩的一生。而后香妃园的其他表演也让人目不暇接，有传统的维吾尔族婚礼，有维吾尔族生活习俗的介绍，总之内容很丰富，游客们都看得很开心。香妃园最早是香妃家族的墓地，这里又被称为阿帕克霍家墓。阿帕克霍家就是香妃的祖先。从远处看，这座陵墓像一个恢宏的宫殿，高约40米，由门楼李白寺墓室讲经堂组成。在陵墓的大厅中有近1米高的平台，这里就是香妃家族的坟墓。传说中的香妃墓就在此处。无论是墓室的外观或者坟墓，都用漂亮的各色琉璃装饰。这种特色的维吾尔族建筑能保存到现在，可以说是相当难得。经过了半天的游览，狒狒说这一趟不虚此行。下面就跟着狒狒开始今天的旅行。大家好，我是狒狒，我现在在新疆的喀什。今天我们要去喀什这边特别有名的一个景点，叫香妃园。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过来的，因为天气确实比较热哈，文涛有一点点中暑，所以我自己来了。然后为了凉快，我把头发扎了2个小揪揪，并且呢，为了去香妃园，我特意给脸上画2只蝴蝶，不对，是贴的，这是贴画。因为呢，当年的《还珠格格》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里面呢小燕子喊的那句“皇阿玛，皇阿玛”，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就是我脸上的这2只。我们现在已经到大门口了，刚刚已经买好票了，门票是全票121个人，然后小孩老人是半票。现在门口马上有那个迎宾仪式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香妃园的香妃迎宾仪式即将开始。刚进入香妃园后，就能看到第一场表演。这个演出大概的介绍了香妃的人生轨迹，也介绍了香妃家族以及乾隆皇帝对她的恩宠。舞蹈很优美，这些维吾尔族姑娘们翩翩起舞，而在她们中间的就是一袭白衣的香妃。看过了这精彩的表演以及歌舞，马上就会进入香妃的故居，在这里将会上演香妃园的第2场表演。而第2场表演的主题就是新疆维吾尔族婚礼。整体上来看，新疆维吾尔族婚礼和内地的婚礼形式还是有很多不同。我们之前也参加过几次维吾尔族的婚礼，可以说歌舞是最大的特色。在新疆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能歌善舞。这2场演出可以说是整个香妃园的点睛之笔。我会把2场演出的具体内容放到最后给大家欣赏。一般生孩子之前都会回到娘家待产，做完月子才回婆家，坐月子时间不超于40天。然后在孩子出生之前不给孩子准备任何衣物和婴儿用品的。然后我孩子出生40天的时候，给他举行一个起名礼，抱着孩子，对着孩子的左耳朵说起他所取得的名字，然后放到地毯上慢慢翻几个关，然后就按
在场的所有人按辈分和年龄抱起孩子，说出孩子的真实名字，然后这就是我们起名礼。我们北大族这边有个习俗，不可以踩门槛。不可以踩门槛。哦。不可以踩门槛啊。对，而且有奖现卖。这是我们北大族的客厅。哇，好多好吃的。北疆那边是主宾的位置在那边，然后南疆这边主宾的位置在这地方。哦。然后这边是小孩坐的地方。对。时候给他举行一个洗礼，在水中情况，黄金、药材、各种木头等等，把这个放在那个水里面。这个里面有更多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哈，比如说呢，这个小宝宝。他在床上哈，他这个脚这个位置呢是固定着的，就这里，是为了防止他的腿变成 X 型或者 O 型。所以呢，大家看维吾尔族美女，她们腿都很漂亮，很直很长。我刚刚到景区就先看了2场表演，一个是入门的一个迎宾表演，另外一个就是维吾尔族当地的婚嫁一个习俗的表演。然后我们今天来的时间特别好，刚好赶上了4点整和4点半的2场表演，这样子不耽搁时间。其实这个喀什我们以前也来过嘛，但是这个景区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们知道哈，真正的香妃墓并不在这里，香妃墓实际上是在河北省的清东陵嘛，这个只是一个衣冠冢，所以呢，这个景区是第一次来，但是它这个演出什么的哈，就是讲了这个香妃从出生到她远嫁北京，以及最后怎么回到喀什，葬在这里的这样一个经过，其实还是挺好玩的哈。大家以后来这边呢，我觉得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玩。那很多朋友肯定就想问了，那这个香妃墓它既然不是香妃真正的陵墓，那后面确实又有墓地，那这里葬的是谁呢？实际上呢，这个香妃墓哈，它其实是一座家族墓，这里据说呢是安葬着同一个家族大概72个人，但实际上呢，据专家去考证，里面只有58个大大小小的墓穴。这里的第1代主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传教士，但是呢，他没有他的儿子有名，他的儿子名字叫阿帕克霍加。这个人呢，他曾经一度获得过叶尔羌王朝的政权，因为他的名望远远超过他的父亲，所以呢，这个陵墓又被很多人称作阿帕克霍加墓。也就是说哈，阿帕克霍加是这个家族墓的第2代主人。那后来呢，霍加他有一位后裔，是一位奇女子，名字叫做伊沙尔汗。伊沙尔汗他从出生开始哈，传说的身上就有着一股奇香。那后来呢，这个美丽的奇女子嫁给了清朝的乾隆皇帝，成为皇帝的宠妃爱妃。由于这个嫔妃她的身上奇香无比，所以呢，她就被叫做香妃，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很多电视剧里面香妃娘娘的原型人物。那后来呢，香妃在北京逝世之后，由她的哥哥和嫂子把她的遗体从北京护送回了喀什，并且安葬在她的家族的这个陵墓中。那所以说，有很多人把这个阿帕克霍加墓后来又叫做香妃墓，但是真实的香妃墓哈，据考古专家的一些研究发现，是在河北唐山的那个清东陵里面，并非真正在这里。因为在中国的古代哈，皇帝的嫔妃去世之后，不可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安葬，他的那个遗体是需要葬在指定的皇家陵园中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游览的这个香妃墓，只是一个用来纪念或者祭拜他的一个纪念处吧，也可以叫衣冠冢。这个据说是香妃和乾隆皇帝的爱情树。这个景区就感觉人工痕迹还是蛮重的，其实就是一个人造景区。就前面我们参观的这一段，但真正的精华，我认为是在后面的。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其实很多人来这里，他们是知道香妃墓地不在这儿，但是大家都是为了去看里面这个家族墓，这是货真价实的哈，300多年的一个古迹。
继续往前走哈，还没有到陵墓的位置，我们发现了一座宝月楼，这个和电视剧里面讲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历史上好像真正也记载过这回事儿，就说是当时呢，香妃她嫁到北京之后呢，就比较思念家乡嘛，乾隆皇帝为了安抚她的思乡之情，就仿照着当时其实它是结合了当时的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一些特点，也比较讲究对称哈，然后上面有那种伊斯兰那种尖顶的造型，建了这座宝月楼。走到这个位置呢，我已经看到了前面的墓地了，很漂亮。我之前在图片上看到过。它整体的颜色呢是这种绿色的琉璃瓦顶，特别漂亮。我们现在从前面找一个入口过去哈。其实呢，我觉得即使香妃的遗体葬在这里，这种传说是假的，但是呢，我认为哈，这边的民族文化呀，以及这种很独特的建筑风格，还有保存至今的300多年很完整这种古迹，还是很值得来参观的。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陵墓的一个主体建筑。实际上，在香妃园扩建之前，真正的游览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现在前面修了很多表演歌舞的，以及一些民俗的一些博物馆，就是为了让游客来这儿，玩的时间更多点，能了解更多吧。其实之前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这个位置呢，也是重新修过的。看看我现在这个角度，前面有个水池叫做净池，那后面那个绿色陵墓倒在里面，如果没有风的情况下，就很像太极陵。是景区的介绍哈，说这里是中国的太极陵，但是呢，和印度的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哈。看一下，在这个穹窟形的圆顶上哈，还有一座玲珑剔透的塔楼，在塔楼的最尖的那个位置，还有一座镀金的新月。哇，香妃这个墓室的外面一圈这个绿色的，摸着应该像是琉璃的感觉哈，特别舒服，温润如玉。尤其是这一块被太阳稍微的晒过了，摸着特舒服，而且这个颜色非常的翠绿，超漂亮。香妃墓在历史上也是经过了多次的修缮，看一下这个砖颜色都不太一样，这种掉了颜色的都是以前的几百年历史的旧砖。像这个可能历史是最久的，有300多年。那旁边这个呢，我们推测它可能100多年。然后新一点的这个呢，搞不好就是十几年前才修上去的。其实整个墓还是非常的有历史感的。看看那边的这种塔楼哈，保存的非常好。即使它的外观可能有一些破损吧，但是呢，主体结构是非常坚固的，这么多年都没有损坏过。是这个亮亮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淡淡的。你们觉得是以前的琉璃砖是这个还是这个呢？是以前的就是这个亮亮的。当时他们用是纯天然植物嘛，所以这个技术还是亮亮的。后期维修之后，他们用是化学染料染至而且的青瓦色，所以很快就褪色。这里最遗憾的就是以前这个技术已经失传了，也不存在了。我刚刚从主墓室里面出来哈，里面人比较多，所以我在里面就没有说话。里面呢是整整齐齐的排放着香妃家族的58个墓穴，上面都有名字的，然后有的大有的小，可能是根据这个等级啊地位的不同这样子去排列的。而且这边的墓有一个特点哈，它上面的那个是墓碑，然后人其实不在那个圆柱形的物体里，而是在地下面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哈，主墓室里面还有一个像马车后面车厢的一个东西。那刚才导游给我们讲解说，那个就是传说中香妃的哥哥嫂嫂用那个车把香妃的遗体从北京运回了新疆的喀什。那当然我们知道她的遗体呢其实是葬在了清东陵嘛，这个地方也就是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传说的一个东西放在那里。
在整个景区的最尽头，这儿还有一个清真寺，叫加满清真寺。新疆喀什香妃园的维吾尔族婚俗介绍是狒狒此行最开心的一项。以前我们只是参加过维吾尔族的婚礼，但是这次的介绍可以说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婚礼的整个过程和各种仪式。下午好，欢迎你们来到爱情打卡地快乐香妃园，香妃的家。首先呢，我们在这里代表香妃园的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么接下来呢，在咱们香妃的家里呢，马上就要举行一场富有维吾尔族特色的传统和民俗婚礼。那么说起婚礼呢，最重要的当然是新郎新娘，对不对？我看这边有个美女特别清纯，连花帽都准备好了。就说您这美女特别适合做我们的新娘呀，来，有请。有请。我说美女今天带男朋友了吗？没有是吧？那我给您现场配个新郎，上。哇！您先去给我们伴娘去打扮一下。好，那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那么有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右前方正在进行的是维吾尔族婚礼中的接亲仪式。感兴趣的游客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只传新人不传老，随着他的救生祝福，也将他的祖传家宝传给了下一代新娘。接下来，两位伟大的母亲将要为我们的新人吃沾满咸盐的馕。那么在这里吃沾满咸盐的馕呢，就代表着同甘共苦，苦尽甘来。有请。为了早生贵子，想吃我什么？张震的天狗囊，为了白头偕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丈母娘和女婿之间互动环节，抢亲仪式。丈母娘先过来，女婿先过来，丈母娘先过来，女婿先过来。
手中这个花帽，也就代表着他接受并认可了这个女婿。玩什么呢？玩国策。香妃园的香妃迎宾仪式即将开始。家族故此走向昌盛。我玉赛因霍家，香妃的舅舅，维护国家之统一，守边塞之太平，保百姓之平安，我一生无悔。我图尔蒂霍家，香妃的兄长，因手头有功，进京受封为官，故带香妃入宫，成就这段姻缘，我倍感荣幸。我苏代香是香妃的兄嫂，图尔蒂霍家的妻子。我还有一个美丽的维吾尔名字迪丽夏蒂黑内姆。我